伊朗让世界铭记几个世纪的惊喜成为笑话，现在轮到以色列的大惊喜了。假如你是伊朗，你会针对以色列哪些目标？60架乙战机投掷100多枚导弹，伊朗再次遭到重创。伊朗威胁美国分享10座美军基地坐标，美军击必用武器到位，伊朗核设施进入被终结倒计时。欧洲多国和伊朗在日内瓦进行核谈判，俄右翼将军陨落，乌克兰清除叛徒和俄特工。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所谓让世界铭记几个世纪的惊喜，就是伊朗又发射了一轮导弹，其中包括尼什、法塔赫等。火力军真以为是脏弹或核弹的，玩笑归玩笑，但尼什和法塔赫的突防能力还是很牛逼的。如6月19日，伊朗分2波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第一波发射5枚导弹，包含2枚尼什导弹、3枚其他导弹，所有导弹都被拦截，没有给以色列造成损失。但第2波攻击，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约30枚导弹，这次似乎是盲射的无差别攻击。尽管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导弹，但还是有导弹击中了目标，其中包括特拉维夫的证券交易所大楼、住宅楼，以及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德索罗医院等。据悉，德索罗医院是以色列第3大医疗中心，不仅为以色列人服务，也救治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伤者，在对巴勒斯坦提供医疗援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袭击已导致42人受伤，建筑也受损严重，而类似的袭击还有很多。可然后呢，以军还是该飞飞该炸炸，让战斗一直处于攻强守弱的状态，甚至这还让内塔尼亚胡变得极为愤怒，宣布要让德黑兰付出应有的代价。以色列国防部长还在接受以色列时报采访时宣布称，把哈梅内伊称作现代小胡子，要将其清除。因此，火力军估计以色列正在着手更多动作，相信更大的攻击马上来临。而伊朗现在只能靠血条硬撑，一手的好牌打得稀烂。那问题出现在哪里？伊朗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问题的答案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伊朗是成也弹道导弹，败也弹道导弹，如其发射的法塔赫导弹。法塔赫导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于2023年6月6日公布的首款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该导弹射程为1400公里，击中目标前的速度可达13到15马赫。经过这2天实战，美国和以色列确实无法拦截这玩意儿，至少当地现有的设备很难进行拦截。那你知道为什么无法拦截吗？没错，就是速度快，而且是多方向的速度快。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法塔赫的弹头末端有一个以固体燃料为动力的阿萨22球形发动机，可提供13千牛的推力，持续工作40秒，在30千米高度时，发动机2次点火，使弹头速度提高至至少12马赫，直接把反导系统的响应时间加发射窗口压缩到了8秒以内。虽然听起来很高大上，但说白了就是在弹头上装了个发动机。如今只要是掌握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谁都能做到末端的高超音速突防。当然，还有一种加速方式是利用激波加速。高超音速飞行器会沿着飞行器表面形成激波阵面，激波阵面以内的空气被压缩，其温度和压力都远高于激波面以外的空气。像法塔赫导弹的弹头是锥形弹头，两侧激波面形成的高压区直接就相互抵消了。还有一种弹头叫成波体，一面是平的，可使空气快速流通；一面是斜的，形成激波面。这样弹头两侧的压力差就会给导弹提供额外的动力。在飞行阶段，弹头斜面朝下，压力差就会让导弹获得额外的升力，在大气中滑翔更远。到达目标附近时，弹头转个身，斜面朝上，这样激波压力就会向下，相当于给弹头在竖直方向重新启动一个发动机，从而获得更高的终端速度，最终实现超高音速打击。大家觉得动力加速和激波加速哪个更厉害一些呢？当然，仅仅因为终端速度快，并不意味着无法拦截。如今的反导系统，只要你的弹道固定，就能提前预测你的落点，直接让拦截弹提前等在你的航线上就好了。这时就不得不提法塔赫无法被拦截的第2个发报了，即末端机动变轨。法塔赫弹头尾部有4个可控制翼面，可使弹头在大气层内外以及末端冲刺阶段拥有各个方向的机动能力。高超音速加机动变轨，速度快，弹道无法预测，以军的各类防空系统自然无法进行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这么成功，那为什么又说其因弹道导弹失败呢？大家还记得法塔赫导弹2次点火的高度是多少吗？没错，30千米。
也就是传说中的黑障区。要知道，超过5马赫，飞行器就会使周围空气电离，从而阻隔飞行器内外一切电磁波通讯。也就是说，当法塔赫接近目标时，是无法接受任何制导信息的，其制导信息全靠提前安装的芯片设定随机机动动作。这时的法塔赫很恐怖，不仅以军不知道弹着点，自己也不知道，处于不受控制、无法瞄准目标的状态。但在高超音速状态下，哪怕是一个细微的机动动作，都会偏离目标很远。所以最终结果就是，伊朗导弹突防了吗？确实突破了，但命中目标了吗？那就看伊朗怎么定义打击目标了。如果说其目标是以色列相对较小的机场或工厂，那大概率是没命中；如果是以色列的某座城市，那是命中了。这就是伊朗为什么不用突防能力这么好的法塔赫弹道导弹打击以色列高价值目标，而选择攻击特拉维夫城区的原因。因为伊朗根本做不到精准打击，或者说只要目标够大，就不存在拖把。以色列方面在被导弹袭击后，出动超过60架战机，投掷100多枚导弹，袭击了伊朗离心机生产基地、反坦克导弹生产基地、导弹发射场、革命卫队设施、警察总部等数十个目标。伊朗再次遭到重创。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最新通报显示，以色列空军先是对所谓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进行了打击，袭击中摧毁了德黑兰安全总部大楼、警察指挥总部以及邻近的卡拉季市帕亚姆机场。现无法确定有多少高级官员受到影响，但这样的打击对伊朗民众也具有不小的影响。之后，以色列空军还攻击了伊朗多个空军基地，如伊朗马什哈德机场就在昨夜遭到第2次袭击。卫星图像显示，这里一架波音 KC-707 大型加油机在空袭中被毁。接着是德黑兰500公里处的克尔曼沙阿机场内部的直升机基地遭到重创，至少有5架被直接击毁。再者，卡拉季的梅萨米军事基地也遭到了袭击，这里是伊朗重要的弹道导弹中心，目前损失未明。最后，以军战机完全摧毁了桑贾里安遗址的4座建筑物，据悉该地点是伊朗阿马德项目的关键核设施，专门用来进行高爆炸实验。此外，据商用卫星图像显示，以军还袭击了马卡奇省的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导致反应堆的圆顶坍塌，附近的蒸馏塔和其他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伊朗毫无办法，只能等着挨炸。除了军事打击外，以色列还在信息领域向伊朗发起行动，公共频道流动播放反德黑兰节目，呼吁伊朗的民众发起抗议行动。伊朗方面对此毫无办法，急得只能拔网线。目前，伊朗陷入几乎全面断网的局面，伊朗民众无法访问基本但至关重要的电信服务，如即时通讯应用、地图，有时甚至无法访问互联网等。对此，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政府限制互联网访问是在回应以色列的网络攻击。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分享了其导弹射程内的10座美军基地，援引革命卫队的警告称，如果美国加入对伊朗的打击，德黑兰将瞄准该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包括位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这和上述伊朗袭击以色列城区一样，他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实施威胁，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与此同时，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6月18日再次预警称，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已经重启了 IR9 离心机活动，60%浓缩铀储存数量已达到527公斤，理论上可在1个月内制造出15枚核弹。但随着美国 B2 的现身，伊朗的核梦想很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了。据最新图像及军事追踪数据，美国空军6月18日向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基地紧急部署了至少6架 B2 战略轰炸机，且每架都挂载2枚 GBU-57AB 巨型钻地弹。据悉，该弹重14吨，可穿透61米的钢筋混凝土，又被称为地堡终结者，可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此外，每架 B2 上还挂载了2枚 AGM-158B 巡航导弹，射程1000公里，能够在伊朗防御圈外完成精准打击。这些轰炸机从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在澳大利亚上空加油后，历时18个小时。飞到距离伊朗本土3900公里，该基地与之同行的还有10架 KC-135R 空中加油机、7架 C-17运输机以及配套的地形设备，形成了完整打击链。与此同时，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也在众议院会议上确认，美军部分轰炸机已部署在位于西班牙的莫隆军事基地和罗塔军事基地，作为应对以伊冲突增派的军事力量的一部分。此外，就像上述报告的战果一样，以色列正在用袭击伊朗核设施的举动来催促特朗普下场。内塔尼亚胡甚至告诉特朗普，如果钻地弹不能摧毁伊朗核设施，那我们的人可以进去接着炸。那特朗普是什么反应呢？
6月18日时，彭博社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特朗普私下已经批准了对伊朗的攻击计划，不过他又推迟了下达最终命令的时间，以观察以色列的空袭效果和伊朗是否会放弃核计划。但在最新的表态中，特朗普称他认为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还有几周时间，称自己的支持者不希望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他认为伊朗如果拥有核武器，那整个世界都会爆炸。因此，如果必须在战争和伊朗拥有核武器之间做出选择，他说他会选择前者。此外，特朗普还补充称，其寻求的不是停火，而是全面胜利。甚至特朗普说，伊朗现在想来白宫和我会面都有点晚了。而谈到伊朗是否会发生政权更迭问题时，特朗普回答：一切皆有可能。耶路撒冷邮报刚刚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已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并对特朗普介绍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库里拉支持美国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的想法。如果特朗普下达了最终命令，库里拉将会领导这次行动。因此，接下来的48小时将尤其关键，美国很可能在评估后直接发起攻击。但今天早上又出现了一个插曲。路透社报道说，英法德以及欧洲外交事务负责人将于周五和伊朗外长在日内瓦进行核谈判。路透社援引德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国、法国和英国外长计划于20日在日内瓦与伊朗外长举行核谈判。这名消息人士指出，三国外长将先与欧盟外交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德国常驻日内瓦使节办公室见面，然后再与伊朗外交部长举行会谈。这名德国消息人士说，欧洲协同美国和伊朗谈判，目的是要说服伊朗坚定保证其核计划仅止于民生用途。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只是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此次会谈是应英法德三方请求安排的，谈判内容并未透露。值得注意的是，几周前伊朗曾拒绝过这一提议，现在受形势影响，伊朗愿意参与谈判。另外，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朗虽愿意就停火展开谈判，但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必须缓和局势。截至目前，以色列没有回应上述消息。不过，从以色列的实际表现来看，以色列现在并不愿停战，而是继续打，最低限度也得是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如果可能的话，则会改变伊朗目前的政治状态，后续会如何发展，霍立军将持续关注。6月19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104架无人机，乌军击落其中的88架。乌军不甘示弱，随后发射无人机群，袭击了俄罗斯多个地区，包括利培斯克的能源股份公司工厂、夏诺夫哥罗德的俄军设施、库尔斯克的俄军弹药库以及伏尔加格勒机场等，目前损失有待澄清。值得注意的是，经俄乌双方共同证实，在这2天的战斗中，俄空军司令谢尔盖·科贝拉中将在顿巴斯前线视察返回基地途中，其乘坐的直升机被乌军击落，发生爆炸，当场身亡。与此同时，在苏梅战场，乌军第225突击团成功阻击了俄军第30摩托化部队的攻势，并在战斗中与安德烈夫卡一带击毙了俄军的营长指挥官亚尔采夫上校。除此之外，乌克兰特工还在战场之外发起行动，清除了叛徒。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情报总局6月18日的报告显示，乌克兰情报游击队在扎波罗热的俄占别尔江斯克地区清除了叛徒米哈伊洛·赫里查伊。据悉，赫里查伊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就主动和俄军合作，先后担任别尔江斯克代理市长等重要职务。他不仅将切尔卡瑟、日托米尔、罗夫纳和顿巴斯4个地区的乌军部队坐标和装备情况传递给顿巴斯的上家，导致乌军驻地遭到俄军精准打击，造成了乌军士兵伤亡。他还为俄军的后勤调配提供支持，如调配当地的基础设施和能源燃料等。更为关键的是，基辅方面还指控赫里查伊参与了迫害亲乌克兰公民和设立刑讯场所，所以他早就上了乌克兰特工的清除名单了，现在终于被正式消灭。乌克兰执法部门已从这名叛徒的住处和亲友家里搜出了非法活动的计算机设备、内存驱动器、硬盘驱动器等储存设备。另一起间谍案是18日，乌克兰情报局在基辅抓获了5名俄罗斯国防情报局的特工。这些特务按照命令，在基辅、杰尔诺波尔和哈尔科夫等地向俄方提供乌军重要军事单位坐标和乌军动向，并从事其他破坏行动。实际上，乌克兰情报局的行动就一直没停，除了打击叛徒外，他们还多次深入莫斯科等地，清除了俄军的多位要员。与乌克兰安全局打击俄军机场的行动相比，情报局针对的则是人。前线方向战线并无明显变化，但乌军却对俄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克兰空军的常态化打击再度在别尔哥罗德的科金卡一带打掉了俄军一个据点。前线流出的画面显示，乌军米格29战机朝俄军据点投掷了 ASM 锤子航弹，随后连续发生了3起爆炸，俄军据点建筑物很快被击毁，其步兵集结点也在空袭中被打掉，笼罩在一片烟雾中。详细的损失有待后续确认。这也是乌军3天内第2次飞入别尔哥罗德，很难想象2024年俄军还将此视为一条红线。霍尔斯克前线，乌军斯汀特种部队渗入该州西部，突袭了俄军的一个阵地，成功摧毁一个弹药库，随即引发大规模的火灾。之后又在战斗中打掉了多门122毫米的 2S1 自行榴弹炮，稍后会有更多的信息传出。此外，在距离俄乌边境1000公里的俄罗斯奥伦堡地区，有不明无人机闯入了这里，警报声鸣响，爆炸声不绝于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为乌军所为，但当地媒体已经敦促人们储备生活物资。至于乌克兰战场哈尔科夫方向，乌军不断阻止俄军小型步兵群和摩托车进攻。在一次行动中，乌军摧毁俄军4辆摩托车、2辆步战车、1辆汽车、1门 MT-12火炮、1架马维斯无人机，并消灭10名俄军士兵。西韦尔斯克方向，乌军第114国土防御旅消灭试图袭击该地区的4名俄军摩托车手。乌方消息称，俄军在该方向正以4至15辆摩托车为一组发动攻击，每辆摩托车配备2名士兵，以便躲避乌军炮击。但这样的战术，乌方称也会加速俄军的伤亡。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在击退俄军第20、150摩托化步枪师和第51集团军部队进攻时，摧毁俄军14辆装甲车和6辆民用车辆。此外，乌军还使用 FPV 无人机成功击毁了俄军2座加斯塔沃雷达站。在赫尔松方向，乌克兰炮兵则突袭了赫尔松左岸的斯塔拉兹布里夫卡，这里有俄军的一块驻地。现场画面显示，俄军阵地传来了至少8起爆炸声，随后升起浓厚的白烟。现在乌军时不时就会向对岸俄军阵地发动炮击，让俄军难以突破。战场之外，国际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均加大了力度。据政客网援引4名知情官员的话报道，欧盟计划将存放在比利时的近2000亿欧元的冻结俄罗斯资产转入风险更高的投资资金，旨在不动用本金的情况下提高回报，避免法律挑战，以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与此同时，北约峰会最终宣言草案最新版本显示，北约国家将在海牙峰会上承诺每年将至少把 GDP 的5%用于国防开支，且为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是2032年。该文件称，这一举措是面对严重威胁和安全挑战，包括俄罗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威胁所必须的。在最新版本宣言中，其承诺支出的5%将包括2类支出，其一是核心国防需求的3.5%，其二是相关支出的1.5%。值得注意的是，在详细说明国防开支里有一句话提到了乌克兰。公报草案称，北约盟国重申支持乌克兰的承诺，并为此将在计算盟国国防开支时，包括对乌克兰国防和国防工业的直接贡献。也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将在海牙峰会承诺的框架内计入其自身的国防开支。目前，公报草案仍在编辑过程中，可能会有所修改。此外，在刚刚结束的 G7 峰会上，东道主加拿大慷慨解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亿加元（约15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该援助计划包括用于无人机、弹药和装甲车等方面的资金。另外，加拿大还宣布了一项对乌克兰提供23亿美元的武器贷款，决定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重建。但在对俄措施上，加拿大宣布针对涉及俄罗斯的77名个人和39个法人实体实施制裁，并对俄罗斯近1000种产品实施贸易管制，将另外201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影子船队活动。澳大利亚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其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已对60艘据信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实施制裁。黄英贤强调，这些船只现在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港口，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采取此类举措。捷克方面则宣布，援助乌克兰的炮弹协议还将继续，至少到2026年都会为乌军提供弹药。值得注意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和泽连斯基会晤后透露，北约将遵循德国的做法，今后不再公布具体的军援名单，以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伊朗是不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